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开放社会的基石与威胁，推特、脸书与中天频道下我们今天上午做了上，我们今天做下。上午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邀请这个推特和脸书的 CEO 上去作证那么我们针对这个听证会把这个节目总结出来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就针对同时发生了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中天频道中天新闻台。中天新闻台没有办法这个换照换它的执照。那么这个事件其实和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听证会他们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我们联系在一起讲，分上下集我先来讲新闻。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11月17号宣布驳回中天新闻台申请换照申请。中天新闻台播出时间到12月11号为止，将不能在有线电视和 MOD 平台播出，YouTube 等网络平台不限那么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天新闻台的这个播出执照就等于失效了那么中天新闻台是根据卫星广播电视法第11条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及境外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分公司的执照有效期是6年，那么有效期就是要到期了他要申请这个换照申请。那么 NCC 呢，就是国家通讯广播委员会呢，就先是召开这个换照咨询会议，然后咨询会议完成初审，完成这个做成决议，然后再由NCC 委员会做出正式的决议NCC 委员会是7个委员一致决定驳回这个申请，不予换照也就是说中天新闻台它就失去了它执照，到12月11号NCC 的主委陈耀祥在记者会上说已经给中天机会了那么中天新闻台2014年因为违规记录很多有条件换照2014年到2014年到2017年表现正常，没有任何裁处记录。到了2018年中天新闻台累积大量的违规外部介入新闻台的制播才是真正的大问题那么中间有一些插曲很有趣但是我们就不说了那么这个我们介绍一下中天新闻台中天新闻台的前身是传讯电视中天频道它是1994年明报的老板叫这个于平海叫于少霞创办总部是设在香港那当时我在明报所以他们这个传讯电视就在我们楼下传讯电视当时有2个频道，一个频道是叫这个中天频道其中有个频道就叫CTN 中天频道，就是今天的中天新闻台1996年这个4月于平海没办法把这个传讯电视做下去，就把传讯电视 CTN 卖给了谁呢？卖给了和信的少侠叫这个辜启允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辜振甫辜振甫是谁呢？辜振甫就是当年的汪辜会谈是汪道涵是江泽民的叫什么江泽民的高参也好呢，江泽民的伯乐可以讲是江泽民的伯乐汪道涵看中的江泽民有汪道涵才有江泽民
辜振甫呢就是这个和信的老板啊。那么然后就是和信在这个中天频道在和信手里也没待多久，然后几经易手，到2009年啊，这个旺旺集团，大家知道旺旺雪笔啊，旺旺集团就收购了这个中天频道。旺旺集团收购中天频道的同时，买了中视，买下了中视电视台，还买了什么呢？买了中时集团啊，中时报业啊，中国时报啊，中时报业当年中时报业和这个联合报业啊，是台湾的两大主要的报系啊。然后他就买了中时，买了这个中天，买了中视，联合成立了一个什么呢？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啊。那么2019年3月，就是因为这个 NCC 啊对中天新闻台处罚啊，说其中有一条新闻叫三市长合体，天空出现凤凰展翅云朵这样的新闻啊，违反这个事实查证原则，罚款100万。当时的情况就这样啊。那么这次 NCC 对中天新闻台的裁决有2个层面的意义啊。第一个，违规的新闻台一定会被追究啊，这是一个从新闻业务啊，从这个电视台的运作制度上来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中共发声的台湾红媒会遇到麻烦啊。那么这是蔡英文总统第2个任期会做的事情。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胜选的那天，我们做的这个节目，我当时就讲，我讲蔡英文总统的第2个任期，其中有一个他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收拾台湾内部的这些我们叫中共的红媒啊，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那个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其实就是这种红媒集团啊。那么为什么台湾其实红媒集团不少啊，蛮多的啊，为什么是中天呢？不是其他的呢？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中天新闻台在历次这个韩国瑜选举，只要有韩国瑜选举，中天新闻台的表现都非常让人惊讶啊，惊讶超出了一个专业媒体的应有表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老板蔡衍明啊，蔡衍明跟北京的关系非同一般。我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2019年，去年5月10号，第4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在北京举行啊。这个峰会由谁主办呢？由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旺旺集团协办啊，这不同一般嘛啊。出席的包括谁呢？包括这个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的高层。高层是什么？高层是老板、社长、台长、总编辑啊，这就叫高层啊。然后是联合报系啊，联合报系也高层啊，就是老板、社长、总编辑啊。TBS 是TVBS 啊 TVB 啊，在台湾的机构啊。然后是东森电视高层啊，基本上就是这些啊。然后国台办的主任刘捷一在这个开幕式上致辞，表达4点期待啊。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很有名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讲的是什么？就是汪洋啊，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对这一票台湾媒体的高层啊，不是一般的记者啊，媒体的高层，就老板级别的高层训话啊。训话怎么训话的？我把原文读一下。我看台湾当局估计2年以后的事情都保证不了。美国人会为台湾问题和大陆打一仗吗？我估计不会。
当年两岸关系解冻，精英界、媒体界的朋友立了汗马功劳。现在我们要实现和平统一，实现一国两制，仍然要靠媒体界的朋友们共同努力。我去年见蔡衍明董事长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坚持九二共识，日子很不好过。我当时就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因为你们不好过，将来有一天如果实现了统一，你的坚持才变得很有价值。这个讲话是5月10号讲的话，5月11号他这个闭门讲话训话的这个录音就泄露。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3件事情啊，通过这个汪洋的这个闭门的训话啊，我们看这三件事情。第一个，蔡衍明肯定是中共的红人啊，要不这个汪洋不会把他拎出来讲啊，肯定是他的红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蔡衍明他的媒体事业是在帮中共做事，对吧？这是汪洋说的，不是别人说的。那汪洋不会乱讲，对吧？这是表彰他啊。第三，蔡衍明在向中共邀功，对吧？是不是这个原话就这样啊？那么当天这个 NCC 开这个听证会的当天，这个听证会场外就有一些台湾的团体在那抗议说 NCC 在干预这个新闻自由啊。那么这个中天台这个新闻台的这个换照被驳回，包括马英九啊，包括这些国民党的高层啊，都出来说话，说这个 NCC 干涉新闻自由啊。那么当天的这个会场外面有什么抗议呢？有中华统一促进党，他的总裁叫白狼是个黑社会啊，叫张恩乐啊，资深艺人熊海林、周游啊，还有很多国民党的这个立委都在现场抗议啊。这个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我很喜欢他，我在 Facebook 上面关注他，我看他写很多很有力量、很有价值的文章，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去关注他啊，很不错啊，这个人他就调侃啊，我就把这个调侃跟大家说一下，很有趣啊。他说这些人口口声声要捍卫新闻自由，可是中共完全没有啊。在台湾的红统团体，你这是打这个习近平的脸吗？啊，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把这些人叫红统啊，红色统一红统团体啊。王定宇说，那个红统人士一个一个跳出来挺中天，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系出同源啊，都是中共在台组织，只是分工不同啊。对于这些团体口口声声要捍卫100%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感到非常有趣啊，非常有趣。王定宇说，他说这些红统团体整天吹捧中共，想将台湾纳入中国，但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肯定是没有新闻自由的，也没有言论自由，连自己个人贴个文上去都会被审查，都会被抓起来啊。没听见习近平说，媒体信党吗？啊，所以他就讽刺这些人，不就是重重的打习近平的脸，而且应该是力主台湾不能被中共吞并，更要声援香港反对港区国安法才对呀。说得非常的有力啊，逻辑上很成立啊。我们来评价一下啊。民主政治建基于什么？民主政治建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啊，民主政治也推动社会的开放，这件事情互为因果啊。一个没有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开放的社会，民主政治会怎么样啊？第一个，民主政治首先要求就是开放，开放什么？开放政治资源，开放社会资源，开放市场资源，全社会要全方位的开放啊，全方位的开放才能够让民主政治发展下去，民主政治才有条件实施啊，
生长，有生命力。如果没有社会的开放，民主政治最终会失败。这个例子在哪里？这个例子就是俄罗斯。你看这俄罗斯就是推动民主政治，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另外一种独裁。这就是没有开放社会推动民主政治的结果啊。那么台湾是什么？台湾就是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它在推动民主政治的过程当中，社会走向开放，那民主政治才能正常的发展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民主政治其次，民主政治需要什么？需要价值观的支撑。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啊？自由、平等、多元、包容。民主政治必须有这种价值观的支撑，没有这种价值观的支撑，民主政治也走不远，你也没有办法理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啊。所以，民主政治是建基于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也会推动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也会推动社会开放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上午讲了，开放社会的基石是什么？开放社会的基石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独裁的权利是开放社会的威胁，也是言论自由的威胁，也是新闻自由的威胁。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那么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讲民主政治、民主政体、开放的社会，它的基石是什么？也是言论自由，也是新闻自由。它的威胁来自于哪里？它的威胁来自于中共啊。中共这些年过去10几20年啊，它利用这个民主政治、民主社会的开放性、开放的系统，对台湾社会，其实不仅仅是台湾社会，是整个西方世界、西方民主的开放世界系统，非常便利的进行渗透啊，非常便利的进行渗透。这叫什么？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就是中共的策略。你不是说开放吗？你不是想自由吗？好，我就用你这个开放性，利用你的开放性，利用你的自由，我就跑到你那里去攻击你这个系统，用你的这个系统攻击你这个系统。所以那些为中天新闻台这个叫冤喊屈的这些人，就是中共的代理人啊。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威胁台湾开放的社会，打击台湾的新闻自由跟言论自由。这种情况发生在哪里？其实发生在到处都在发生啊。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网络上的五毛和大外宣是什么？它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吗？它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吗？不是。他们的存在其实就是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这种制度的攻击，制度性的攻击啊。所以呢，对于台湾来说，清除掉这些红媒啊，台湾社会才能保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再讲一句，中共及其代理人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敌人，他们不是新闻自由整个体系的一方啊，他们是新闻自由体系的破坏者。我们用中共的这个话语来表达啊，中共话语，这就是中天频道中天新闻台换照事件的本质，就是他们是新闻自由体系的破坏者啊，这就是本质啊，本质就是这个。好吧，大概我们就今天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叫开放社会的基石与威胁，推特、脸书啊，中天频道的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开放社会的基石是什么？是言论自由。威胁这个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的这个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它的内部，也来自于它的外部。内部是什么？内部就是社交平台的没有受到约束的权利。外部是什么？外部就是中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不做很长的，就是我们互动的量就没那么多了，我们就10条，好吗？以后我们的规则就是10条。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请大家把问题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这个时刻呢，请大家在前面加上那2个字啊，提问就加提问，情况就加情况啊，问题就加问题啊。那么这个呢，就不要就尽量的简洁，我就10个讲完，我们今天就结束，好吗 ？OK， 因为我们后台没在，所以我们就只能我就就着这个屏幕来看了啊。所以大家尽量的简洁，然后前面一定要加2个字我才读，没有加2个字我就不读啊。然后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五毛了啊，就是我很多5毛我就顺便就消灭一些啊。我看看，好，观点提问。先强调，我个人坚决反共啊，这反共跟我没关系，你反不反共，我就看你的观点，我不看你的立场，我只看观点，观点比立场重要啊。我是言论自由的坚定的守护者，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可以拿生命来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在台湾开放各种媒体的状况下，就算中天是红媒，我认为不应该扼杀他讲话的权利。这你不懂，我比你懂。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中共，我了解中共。中共绝对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中共是言论自由体系的破坏者。所以你的言论我不同意啊。台湾人普遍对关闭中天点赞，只有不到10%认为中天喊冤。中天没什么喊冤的，中天就是活该，就是要关闭它。我刚才讲的很清楚。中共啊，那中共他在如果中共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件事情，他是体认这个价值的话，中国就会有言论自由。但是中国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扼杀者，中共，所以中共肯定是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的敌人，这个没有这个不需要讨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五毛是什么？五毛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言论自由体系的破坏者，他的目的、他的任务只有一个，破坏这个言论体系，所以他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刚才那个网友提到的说他也支持，虽然他是红媒，他也应该有讲话的权利，其实不对。红媒它不是言论自由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言论自由体系的破坏者，所以它不是一方，它是另外一个，就是掀桌子的人。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几个厨子给我们几个厨子做菜啊，我们几个厨子做菜比赛啊，你做你的菜，我做我的菜，放在一个桌子上，摆个宴席。好，如果你是个厨子，你可以自由参加这个做菜的比赛，你可以把你的做的菜放上去。但是五毛是什么？红梅是什么？红梅不是上菜的那个人，红梅是来宣桌子的，你让他参与吗？他来了把这个桌子宣了，你让他参与吗？你当然不能让他参与，你要把他清除掉，这就是事情的本质。我用中共的话语，这就是事情的本质啊。好。还有吗？
我看看，媒体以事实本身为主，评论以个人想法为主。与家人的聚会欣赏新闻时，家人会说转台看中天很有趣哦。这就是很多为什么很多我一直不理解，我说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被中共洗脑的人群，就是这种人群，就是我看个热闹，我觉得我想看看他怎么说谎的，其实你也就被洗脑了啊，其实是一样的啊。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请大家在前面加上观点或者是情绪或者是问题好吗？你这样的话我就不读了啊。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所有人要认清楚 CCP 的本质，他们无孔不入。在台湾，今天下午在脸书上直播上卖海鲜的平台上，竟然有简体字的信息进来捣乱，被我们一群台湾人轰走。OK，中天没有以叛国罪处罚已经很不错了啊，那不能，你叛国罪要有叛国罪的依据的啊。观点：言论自由必须对等，民主国家应该对此专门立法，非常有见地。这就是川普政府的做法，就是你不是要自由，你不是要求自由吗？行啊，你怎么对待我们的在北京的记者，我就怎么对待你在华盛顿的记者，所以就是要对等啊，用对等的其实西方国家怎么去面对中共或者是中共这个政权，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西方社会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它是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很容易去渗透。你去中国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它完全不开放。你每走一步，他都要看着你他要控制你所以，但是西方国家不是，西方国家是开放的体系。那么这个开放的体系怎么去应对这种政权对你的渗透和攻击？这是一个挑战，因为你不可能有针对性的设定一个法律，这是不公平的。法律是应该全部平等，但是我又不能针对中共的时候影响我的开放性，但是我保持开放的话，中共又会进来，这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呢，里面就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科普，就是全世界的民主政治的国家要认识中共。我今天就看到美国国务院就发了几个文出来，我现在还没详细看，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节目，我准备今天还要讲一讲这个题目，就是美国国务院就在做这个工作。最近一段时间，我看今天，我估计明天陆陆续续都会出来很多这方面的政策。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川普总统未来10周虽然没有完整的10周的时间，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会陆陆续续的出来，他是不会停的观点：高等逻辑体系必然会有自相矛盾的漏洞。高等逻辑体系，上个世纪就有一个笑话，一个理发师只给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逼疯了集合论的创始人。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政治制度也是这样，所以要特别保护这个。对于利用自由反自由的人，不应该给予他们享受自由的权利。这逻辑OK，这说的很好。观点：红媒就不是媒政治代言人、外国代理人当然可以标记政府媒体。OK， 这个很到位。红媒是媒体吗？红媒不是媒体，所以它不是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的参与者，它不是言论自由或者新闻自由的一方，它是什么？它是代理人，这个很对提问：美国未来会对这些网络大媒体立法制约吗？毕竟网络影响很大，但是明显他们权利大于义务。这里面有2个问题。
媒体和平台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讲 Facebook， 讲推特，讲 YouTube， 它是什么？西方把它叫什么？他们西方叫它 social media， 它其实不是 media， 它是 media 的 media， 因为它是平台，它自己不发放立场，它没有立场，它是个平台，它是提供给大家在上面发放信息的平台，所以它讲它是平台其实不对，它是讲它是 media 是不对，所以我们讲Facebook 和 Newsweek 和这个 New York Times 是完全不同的属性。推特它是提供大家发表意见的地方，所以它不算媒体，它比媒体还要大，它有非常大的权利。所以我认为230就是这个230条款，就是为这些媒体平台或者是互联网社交平台提供2个基本保护。一个保护就是它不需要为上面发表言论的第三方承担责任，这是第一个保护。第二个保护，它有权对发表的评论进行处理，采样权。这2个权利啊，这个230条款给了他这2个权利，这2个权利就是令这些平台媒体平台有上帝之手的权利，这个上帝之手的权利不受约束，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应该修改什么？修改230条款。美国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新闻媒体是有法律约束的啊，你去查一下，我就不说了啊。到哪儿了？哎呦，一下就跑掉了。王老师是不是认为所有的红媒都应该封杀？是的，毫不留情的全部杀掉。比如说像在这里的，像我们这个里面的五毛，要全部斩草除根杀掉啊！他们是不需要存在的，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毒瘤，要切掉它。状况我来回答：人体可以与细菌共存，但是不能与病毒共存。病毒刚把上一个宿主折磨死，未来就到你的现在就来到你的身体。你是想让它破坏防御体系吗？开车中无法展开回答，见谅。说得很好，这个胖子一个啊。问题：昨天中国严控出入境的主题提到的电视台离港退还停退休金的例子，请问如果父母退休后移民，会影响退休金的发放吗？最近亲戚的单位要他们提供退休员工的直系亲属信息，这是要查看有没有移民，以便日后停止发放退休金吗？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只能说现象。观点：台湾政府关闭中天应该向美国学习，先设定条件，然后举证，满足条件，鉴定为代理人，然后关闭。所谓师出有名，方法不同。台湾也是依法执政啊，所以他的NCC 他的执照到期，我就不延续，这也是一种做法啊。正好时间到了嘛。这个你非得让他按照美国的模式，我觉得也未必啊，不能教条啊，针对这些红媒不能教条，不能 fair play 啊。观点：很多已经被 CCP 洗完脑的人，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被洗得很彻底，而是认为国外的人被美国洗脑，无法沟通啊。美国谁在洗他的脑？美国没有人洗他的脑。洗脑必须有一个特定的环境，这个特定的环境就是你的信息封闭啊。观点：以后因为自媒体在各平台的盛行，建议学校将如何对信息真伪甄别纳入逻辑或者数学的子课程。
让他们充分竞争。充分竞争就是对媒体最好的，对媒体最好的甄别啊。媒体竞争就会甄别的啊，没有竞争就没有甄别。提问：推特、脸书等大的社交媒体在这场选举中的表现实在令人担忧，任意封杀自己不认同的消息，与中共所作所为几乎成为一丘之貉。请问王老师，如果这次川普翻盘失败，会不会是开放社会的终结？当然不会。难道开放社会这么脆弱吗？我觉得很多人在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经常把这个自己的观点推导到一个极端的状况。开放的社会没有这么脆弱，开放的社会、开放的体系才是最强大的，没那么容易终结，哪那么容易终结？观点：台湾是法治国家，所以不给中天换照依法。台湾所有的媒体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如果不依法，台湾不是跟中共没有什么两样了吗？是啊，我就讲，我今天上午的节目也讲，推特也好 ，Facebook 也好，他们现在跟中共中央网信办没有区别，他的权利是一样的，是没有区别的啊。而且他们在做跟中共的网信办同样的事情。没有区别，所以230条款必须改，不改不行，不改我就说这就是开放社会的威胁啊！观点：我认为台湾人是真的不认识 CCP 渗透，也很难了解，因为其中有些是真红媒，又有些是扣红帽子来达成打击对手，混在一起。红不红媒还用着扣帽子吗？一看就知道啊！一条新闻他怎么报，我看他2天新闻，我就能判断这是不是红媒，你信不信？这很容易看的嘛。媒体不是看你，媒体判断一个媒体靠什么？不是靠你在报道什么新闻，是靠鼻子闻出来的，一闻你就闻出来，这是红媒，这不是，很容易闻出来啊，没有那么困难。说你扣个帽子，不是红媒，给你扣个帽子，它就红媒了，这不可能，没有，大家没有那么弱智啊。观点：中共不敢打热战，只能关起门来，关闭门户，防守当受害者。王老师手机今天一直在响，是的，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有一个人一直在打我的电话，很讨厌啊。我就现在有观点的我就说啊，没有观点我就不说了啊。观点：中天就是台湾的央视，他没这个级别，没到这个级别，央视级别挺高的。观点：很多人对中共的误判，用善意看待红媒，从根本上就是误判，从根本上把 CCP 定为纳粹法西斯 ，CCP 的所有东西都从根本上定义非法予以清除。观点：所谓捍卫言论自由的说法是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不能说我们不偷不抢，还不能拿起枪去防备来偷抢我们的人。我都讲了，这些人就是5毛来喊言论自由，跑到我们这里来也喊言论自由。直接一脚把他踢出去就对了，因为他是根本就是言论自由的敌人嘛，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不是媒体嘛，他有什么新闻自由的权利呢？他根本就是新闻自由的破坏者，我都说他是来掀桌子的嘛，他要什么给他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所以那不是幼稚吗？你说这个啊？提问：只是将部分媒体标记外国政府代理人或者是外国使团的做法，感觉不足以消除他们的影响。对标记的媒体具体内容会有配套的限制措施吗？我不知道，这个要问Twitter 跟 Facebook 啊。他们美国国务院已经有一套方案，就是针对
外国使团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和中国对美国的使团人员的方案是一样的，就够了，我就觉得就够了啊。还是那句话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啊。提问，情况前2天余茂春访谈对川普外交对华政策进行了解析，似乎和主流媒体和王先生的理解有偏差，陈小平也有解读。我不知道谁跟谁有偏差，你是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有偏差。观点补充，推特、脸书在中国被禁止，那么微信和微博在民主国家也应该被禁止。在中国抓青天白日旗，在台湾就应该抓5星旗。OK， 王舍随口而出的他们是 media 的 media， 实在太赞了啊！谢谢，谢谢安玉璞，谢谢。王舍的椅子是不是在 Stample 买的？是的，非常正确。OK， 观点：中共玩的一套还是40年代在国统区玩的那些招数。如果台湾还不严加监管，那么让红货再次得手，还要对台湾新闻从业人员和大学教职员、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免受中共统战。关键是什么？关键还是社会氛围，要把这个社会氛围转过来才行。那么都要做啊，就是我刚才讲，你比如说蔡英文政府首先要做一件事情，什么？立法，把这个法立出来。这个现在你在台湾在展示5星红旗就要罚钱的，那你就展示吧，没关系啊。所以要立法，然后呢，对媒体下手。这个媒体下完手以后呢，其他媒体那就叫杀鸡儆猴啊，然后就杀鸡儆猴才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个社会氛围就会发生变化。社会氛围发生变化，就会改变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人的看法就会随之改变。这个做法，这是一个我们叫这是一个社会组织的迁移模式啊。好，冯玉田，谢谢啊。观点非常支持王老师这期节目。社会演变是很复杂的过程，并非民主社会天然就可以战胜独裁，民主社会也有腐败、极端思想等各种问题。只有保持快速和有效的纠错，才能让自身强大，保持强大，成为众望所归，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更加自由平等。非常正确。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种体系。民主社会的问题多吗？非常多，非常的多。因为你保持开放，你保持自由，那么在这个体系之下就会出现各种妖魔鬼怪。所以民主社会遇到的问题会比独裁社会还要多。所以民主社会需要解决更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跟独裁政权相比，民主社会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外部的问题。你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都来自外部的问题。独裁政权本身是什么问题？独裁政权的主要的问题是独裁政权本身产生的问题，理解吗？所以两者属性不同。所以不是说你这个国家一实行民主政治，然后这个国家就万事大吉，我们就搞定了，不是的。这是中共经常讲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所以台湾的民主政治不是一天建成的，是这么多年的努力建成的。所有台湾人民每个人都为此付出努力，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模范生的成绩啊，不容易的。提问：如果疫情被疫苗基本平息，中共是否还会继续封锁、限制入境？继续会限制？有什么理由？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限制啊？但是毫无疑问，如果疫苗解决了疫情的问题，你再限制入境没有意义啊。
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想回去了啊？今天居然一次遇到2次老师直播啊！是的，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做掉啊，否则的话我心里不踏实啊。观点：中共肯定不会支持言论自由，要真自由了，他拿什么骗，拿什么洗脑，还怎么巩固政权？非常正确。观点：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被中共破坏，也被民主社会所公认。请问香港人可以向海牙国际法庭或者联合国提出从中共统治下脱离，由联合国代管吗？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啊。这就是要有一个政治团体或者是政治主体代表台湾人去国际法庭提告，但是其实最合适的提告方应该是谁？应该是英国。英国是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国，所以他是应该有这个理由来提告，所以大家应该想办法去做英国人的工作，让他们去海牙国际法庭提告，要求什么呢？要求终止中英联合声明。终止了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呢，台湾的地位香港的地位才可以讨论。如果有中英联合声明在这里的话，那么香港的地位就没有讨论的空间。只有英国在做出这个动作，或者英国说我终止中英联合声明，然后去海牙国际法庭提告说中国已经违约，那么要求对香港的地位重新讨论这件事情才有的说好，Hop N 谢谢，苹果+1谢谢给王老师送苹果点赞转发也是在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非常正确，谢谢你。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好，观点最后一个我父亲经常往返中国跟台湾，也用微信，但是坚决不看中天的新闻，也不信朋友圈里面的各种中国疫情已经控制这是个非常有理性的朋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